望平街的新诊所如期可以迁入，我把它装修一新。这座转角上的房子还有一个圆顶，上面可以扯旗。那时节，上海有一个有名的测字先生，叫做小糊涂，他女儿是学医的，因此和我很相熟。他为我拣了星期一可以迁居的日子，我哪里能等，在星期日前夜就搬迁各项书籍文件，一个人住了进去，挂起牌来，次日开始诊病。向来我在四马路老师家中，每天总有2-3个人来找我看病，门诊收4角40文，我迁入望平街，门诊收费改为1元2角。在迁移之前，预先约定几个老病家到我新诊所来撑撑场面，不料当天就吃了一个大鸭蛋。到了晚上入睡之时，只听见人说四马路大火烧，交通都截断了，我也无心去探听究竟。次日一早，我走到四马路，只见数十条灭火猴都集中在西中河里，原来是中西药房起火，我老师的诊所已被波及，烧到一片平地。我寻到丁师暂住之处，去安慰了他一番。丁师向来大度乐观，面无欺容，说：“你昨天搬出，当天晚上就起火，如果你迟迟不搬出，可能还烧不起来呢。”师生两人笑了一阵。回来之时，我细细一想，要是听了小糊涂的话，这天不搬出，那就要烧掉我贮存的6000元邮票。从前外部订报多以邮票代银，但是收了邮票，往往一时卖不掉的。还有一件大事，如果烧去了8000个订报户的地址，那就无从稽考，有报无处寄，失尽信用，兹事体变大了。开业10余天，差不多天天吃鸭蛋。同学们来访问我，都说你的门诊收费定得太贵。我也有些后悔。不料有一个出售小小豆腐干而起家的陈万运，开办了3有实业社，职工有500多人。他来访问我说，我们全体职工由公司请你做常年医生，月薪定50元。我一口应允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房租就有着落，而且天天有人上门，气氛就不同了。悬壶应诊，盛宴亲友以后，每天总有1-2个到3-5个病人到诊，心里就安定下来。这时我用了一个挂号职员，薪水每月6元，还买了一部钢丝包车，车夫薪金每月8元。从前的钢丝包车黑漆胶轮，走动时钢丝闪闪生光，这是我从小就怀有的向往。第一天叫车夫接我的母亲来，母亲开心地笑起来。她到了我的诊所中，居然有2-3个病人等着。他老人家连吃3桶水烟，并说：“我家沉寂已久，你竟然在一场上设这么大的诊所，应该像样样的请一次开业酒。多年的老亲戚要合家请来叙一叙，这不但门楣生光，而且日后可能会介绍许多病人来。”我说：“遵命。”我就开了一张名单，已有400多亲友。于是我就到2马路、金九江路、太和园订了40桌酒。四伯父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非常高兴，又开了2席世交的名字，其中有一位是当过国务总理的孙宝琦，还有2位太史公，一位是叶百高、尔凯，一位是沈其全，都是名翰林。名单上有了这几位前辈，我觉得很是光荣。四伯父还对我说：“我没有儿子，你是知道的。历年来我心目中最关心的是你，想要你做我的立嗣子，不知你的母亲同意不同意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没有问题的。”四伯父接着就说：“到了那天，应该要有2个仪式。第一是正式向仲英老师叩头谢师，补送至今200元。第二，由我宣布你已经立嗣给我，以后改口呼我做爸爸。”
我说完全照办。当时上海的菜馆场面都不太大，很少有可以一次开数十席的地方，因此太和园就在厅前大天井中搭起棚来，张灯结彩，还有执事赞礼的人，同时还请了一班吹鼓手，俗称小唐明。道贺的客人一进门就吹打起来，气氛十分热闹。当时上海名流陆伯宏对我很器重，由他办的溥仪习艺所送来一班军乐队，宾客齐集之后，由军乐队奏乐，在乐声悠扬中举行双重仪式。钟英老师笑道：“合不拢嘴来。”四伯父殷勤招待客人，还有执事高唱定位入席的仪式。丁老师应做首席，但是他推却得很厉害，坚决要让孙宝琦做首席，因为他老人家官职最高。董康也帮着拉孙宝琦坐下，还有2位太史公和章太严师、姚公贺师等分做个席首座。当时上海10大名医全体都到，共坐满了45席，筵席费每桌12元，连了酒水小账以及吹打执事车饭茶蛋等，共花了600元左右。我母亲招待许多女客，笑逐颜开，兴致勃勃，认为是我大展宏图的开始，并且偷偷地对我说：“要是你有一个女友，今天订婚，那么更加令我高兴了。”我对那天的情况一切都满意，就是有一个初恋成熟的女友。我等了整晚，她仍没有来。这位女友是在中西女塾寄宿读书的，每2个星期只回家一次。我曾经征求她的同意，所以特地拣在她休假的日子举行这次宴会。料不到她届时竟然爽约，其中实在有无限的隐痛。只是为了他的弟弟有浓厚的财富观念，百端恼阻，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。